我跟金圈公主季清溪是和平分手，她跟失而复得的初恋破镜重圆。我作为替身，含泪收下4000万的分手费，安静退场，可谓是非常体面，对吧？那为什么分手后没多久，他会突然围追堵截，说要杀了我？天地良心，我什么都没干啊，不就是相了个亲，找了个新对象吗？至于吗？不是，于君，你来相亲？高级西餐厅里，我的相亲对象还没来。坐在我对面的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兼我的好兄弟刚子，他讶异地看着我，跟谁像啊？爷爷固有的孙女。我耸肩晃了下威士忌杯中的冰块，语带坦然，老人家临终前特地嘱咐我，说和不合适的务必见上一面。刚子点点头，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没忍住，压低了声音问我，那季清溪呢？你那么喜欢他，4年的感情呢？真舍得这么轻飘飘的分了？轻飘飘这个词儿用的不错，但不精准。我仰头喝了口酒，淡淡一笑，分手费4000万呢，不算轻。他也就这点良心了。刚子扼腕，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但紧接着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神情怪异地摸了摸鼻尖，于君，抱歉啊，你在季清溪那的行李我没拿回来。我微微愣住，什么叫没拿回来？被分手后，我紧接着就回了乡下处理爷爷的丧事，昨天才刚回 A 市，收拾物品的事就只能拜托给刚子，毕竟分手费都拿了，我得识相点，赶紧给人家腾地方啊。刚子捂了捂脑门，大老爷们一个，愣是让一个女人给吓着了似的，太吓人了。我昨儿去给你收拾东西的时候，季清溪居然没去公司，在家呢，就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不说的盯着我，盯得我浑身发毛。好不容易收拾完了，我刚要拉着箱子走，他突然来了一句，刚子你手挺好使啊，要不剁了吧？卧槽，差点没把老子吓尿了。话的确是季清溪能说出来的话。季家在金氏一手遮天，季小公主想剁谁的手，那不是分分钟的吗？但这事儿却不像他能干的事儿。分手时我们那么愉快体面，清算得很明白吧？好端端的扣我行李做什么？刚子看着我，小声说了一句，我看着他不像是想跟你分的架势。我摇摇头，那不能够。圈子里谁都知道我跟季清溪的那点事儿。当年季清溪的初恋宁毅为了追逐梦想，不仅拒绝了他的追求，还不辞而别奔赴海外。季清溪为此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一直默默地陪在他身边，守着他。其实我并没想奢求什么的，可就在4年前圣诞节的那天早上，我照例给宿醉清醒过来的季清溪递上一杯蜂蜜水时，他突然看着我，开口道，于君，你喜欢我？我当场红了脸，摇头解释，是，但你放心，我没想射，在一起吧。4个字，4年。我替代了宁毅，死心塌地地宠了季清溪4年。他虽然对我依旧冷淡，但也对外公开承认了我是他男朋友。圈里人都说我是史上最成功替补，我也这么以为我们会在一起走完这一辈子。可偏偏就在我们恋爱4周年纪念日的这天，宁毅回来了，仅用了一句清溪，我想你了，就把季清溪拽去了机场。而其实那天我正在家里布置着气球，准备向季清溪求婚。可最后人没等到，只等来了4000万分手补偿费。初恋失而复得，他巴不得我赶紧滚，怎么可能不想分？我耸了耸肩，故作轻松，我现在啊，只希望4、9成这么大，这辈子都别再跟他俩相遇。刚子赞同的点了点头，可说是啊，你俩的关系圈里基本上都知道，再见面可太尴尬了。我的眸子眯了起来，视线越过刚子的肩膀，看向了餐厅门口正走进来的季清溪，看着他微微一愣后抬脚向我走来的动作，我不禁叹了口气，刚子你丫的，你这嘴真是开了光了。我选择在刚子这家店相亲，主要有3个理由：一，离我开的火锅总店很近；二，离相亲那位女士住的地方很近；三，刚子夫妇是白手起家，并不属于季清溪那圈的人，所以我想着在这儿见到其他熟人的概率应该不大。这谁能想到呢？刚子尴尬的笑笑，声音都没底气了。说话间，季清溪已经来到桌前，也没说话，只是冲着刚子挑了下眉。刚子就像被捏住了后脖子的鸡似的，麻溜抛弃了我。大老爷们怂成这样，季清溪有这么可怕？我挑了挑眉，倒了杯威士忌，冲在我对面坐下的季清溪淡然一笑，季大小姐，赏个脸。从分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几天，再次见到这个人，我居然出乎意料的平静。季清溪没有动，精致的明眸死死盯着我，明明皮相这么出众的一张娇俏的脸，不说话的时候压迫感却扑面而来，这可能就是上位者的气场吧。我捏紧了手里的玻璃酒杯灵杯，笑意不减。僵持半分钟后，季清溪笑了，挑了挑眉，拿起了那杯酒，拿在手里却不喝，眸光中带着探究，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我笑笑，
毕竟还有店面要顾，比不得季大小姐家大业大，耗不起。季清溪点头，神情微松，来找刚子。我一怔，还没开口，就见一个穿着白色雪纺衬衫、黑色半身裙、前凸后翘的绝世清冷大美女站在了桌前，诧异的看了看我和季清溪，清亮亮的眸子里闪过迟疑，声音温柔如水：“于君。”我应道：“是我，你是江思晴？”江思晴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季清溪：“我是来早了吗？你还安排了别的相亲对象？”这话刚问出口，季清溪那边紧接着脸就沉了：“你来相亲？”“来相亲。”我面上微微一笑：“那我就不送季大小姐了。”季清溪瞥向我，眉心拧得更紧，却并没起身，而是将视线移到了江思晴身上，眸色深沉。“季大小姐？”我沉了语调，又下了一遍逐客令。他这样打量我的客人，真挺没礼貌的。这么急干嘛啊？季清溪挑眉盯着我，眸中氤氲着我看不懂的暗色，突然扯了扯唇角，轻嗤一声：“好歹一张床上睡了4年，你这下家，我帮你把把关，如何？”我不禁攥紧了拳头。季清溪，你到底还要怎么伤我才够？不劳季大小姐费心了。我笑了笑，抬头看向季清溪，内心却是冰凉。家里老爷子帮我挑的人选，他老人家的眼光不会错的。季清溪的眸子随即眯了眯，紧盯着我，眼神带着探究，却始终没说话。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将僵滞的局面撕开了个口子。季清溪皱眉，掏出手机，表情紧接着柔和下来：“清溪，你还没到吗？”低沉磁性的声音透过听筒，连我也听得清楚。“宁毅。”季清溪的视线从我脸上扫过，眸色微深：“到了，在楼下。”“遇见了个朋友，寒暄2句，已经聊完了，这就上去。”“朋友？”寒暄2句。我笑了笑，拳头攥得太紧，指甲戳得掌心生疼，一直痛到了心脏。季清溪挂断了电话，淡然地站起身来，理了理裙子：“二位继续，不打扰了。”我看着他迈步上2楼的背影，心里闷闷的疼。江思晴却淡然在我对面落座，精致的眉眼微弯，冲我笑了下：“所以于先生到我的号了吗？”情绪瞬间被拽回，我看向江思晴，有些意外，江小姐居然还想继续。江思晴红唇微撇，神态极度自然：“为什么会不想继续？首先，我有判断力，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情况，我不觉得于先生有什么错。其次，我3观正常，不会介意男方有没有过女人。最后，除去相亲，我还有别的事要找于先生负下责。”我一瞬间有点没反应过来自己听见了什么，震惊地看向他：“负责？他一个千金大小姐找我负责？负什么责？天地良心，我都不认识他啊！”江思晴的唇角抿了抿，突然道：“我有一只狗，它会撸串。”我脑子都有点要烧干了，傻。江思晴拿出手机放在了我面前，我疑惑低头，只看了一眼，顿时人就傻了。那是一段路灯视角的监控视频，时间正好是我跟季清溪分手的那天晚上。4000万的支票就摆在地上，我抱着红酒瓶子在火锅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哭成一条狗，旁边还蹲着一条真的狗在偷吃我从店里打包的烤串。“小狗，你有狗牌怎么还流浪啊？你也被人抛弃了是吧？”“妈的，老子也是，这串儿都凉了，别吃了，这家店瞅见没？老子开的，明儿还这个点熬，你来咱俩难兄难弟，我请你天天吃好的。”视频里喝到烂醉的我揪着小狗的左耳朵，一个劲的胡咧咧。视频外，我丢人丢到甚至想挖个坑钻进去，把自己埋了。监控拍得明明白白，我们家旺财第2天晚上真的去了，在火锅店门口等了一宿。但于先生，你没来。听了江思晴的话，我神情不由得一滞，因为第2天我接到了爷爷病危的电话，回了乡下。江思晴把手机屏幕锁了，抬头悠悠地看着我，思索再三，补了一句：“那天晚上之后，我才总彻底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险恶。到现在还在家郁郁寡欢，把一只狗骗到自闭，这罪过有点大了。我请，必须请。咱现在就去买烤串，买最好的狗粮，我去给蔡总赔礼道歉。”江思晴撇了撇嘴唇，调出自己的微信名片2维码，摆在了我面前。显然，我在他这的诚信并不太高。我赶紧掏出手机，扫上了他的好友，看着他头像上那只憨态可掬的金毛，捂了捂脸：“江小姐，您放心，我一定负责。”江思晴又撇了撇嘴唇，不置可否：“走吧。”我赶紧起来跟上，哪曾想刚走一步，就听见楼上传来高跟鞋的脚步声。几乎是下意识的，我抬起头看向了2楼楼梯。季清溪正站在那里，眸光沉沉地看着我。他的身后站着几个对我面露鄙夷的千金小姐。跟季清溪在一起4年，这几个女人从来就没看得起我过。我正打算直接走人，
结果楼上紧接着又下来一个一身高定黑西装、气质清雅的男人。我皱了皱眉，看向了吧台里寂静如鸡的刚子，宁毅怎么也在？看到宁毅，刚子脸色也变了，连忙冲我摇头，嘴型很大，我不知道啊。而宁毅看到我时，倒是精神了一下，就像完全不知道我跟季清溪好过4年似的，态度贼好。于君，你也在啊？好久不见。我勾唇点头，别来无恙。宁毅指了指身后的人群，一脸无奈地说：“我刚回国，清溪和她的闺蜜们非要在这给我设欢迎宴。我本来不想来的，结果呢，清溪非要在这条街上给我开个火锅店，我呀就顺便来看看新店面。”宁毅说完，又回头亲密地搂住了季清溪的腰，而后看向我：“我记得于君你也是做火锅的吧？咱俩以后就是同行了，你也一起来帮我参谋参谋吧。”他也回来做火锅，我猛地抬眉看向了季清溪。其实同行竞争很正常，若是别人，我并不会觉得怎么样。可宁毅家里坐拥上百亿的日化帝国，开个鬼的火锅店。我家曾经也是金圈豪门之一，但我父母走得早，走得也突然。我呢，那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什么也不懂，家里资产什么的都被股东数百瓜分走了，只给我留了一个快倒闭了的火锅连锁店。季清溪明明亲眼见证了我当初是怎么咬紧了牙关，吃尽了苦头，才终于撑起了这个摊子的。我不信他不懂，宁毅在这条街开火锅店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而季清溪的视线扫过我和江思晴，静默几秒后，淡淡道：“别太小气，帮一下宁毅，对你没坏处。”哼哼，行，好一个没坏处。他宁毅丢掉不要的女人，回头说想要回去，我就得还。现在平白无故想分我的市场份额，我还得陪着笑脸去帮他参谋。他哪来的脸？于君，你来呗。宁毅一脸的诚恳，再次对我发出了邀请。我偏头冷笑一声，刚要开口，他有事儿不方便。一直安静站在旁边的江思晴突然出了声，让人出乎意料。所有人皆讶异地看向了他，他却神色未变，精致的眉眼微弯，冲季清溪笑了下。他要去我家，说着歪头冲我俏皮地吐了吐舌头。不是说要对我负责吗？走吗？对他负责这个词用的就很微妙。我对江思晴投去感激的眼神，笑道：“走吧。”刚认识就跟人回家，于君，你要脸吗？季清溪的话几乎是紧接着响起，在场所有人被他说的一愣。我皱起眉，心中蹿起怒火，搂着现任管前任：“你要脸吗？管好他的宁毅开火锅店得了，管我去哪干什么？”纠正姬大小姐一下。意料之外的，已经走到门口的江思晴回过头，笑着看向季清溪，眉间微挑：“我跟于君可不是刚认识哦，我们之间的渊源可深着呢。”听到这话，季清溪的神情骤然僵住了，而江思晴却转头挽住了我的胳膊，拽着我就往门口走。近距离的接触，他身上的香气萦绕在我鼻尖，我被他挽得半边身子都麻了，脑瓜子嗡嗡的。他刚刚的话虽然怪，但那么说也真没毛病。反正旺财总真的被我伤得不轻，小小年纪的狗趴在阳台上，愣是趴出了一把年纪的感觉。财总，财总，我错了，我真错了，给你买了豪华狗粮，您老吃一口吧。我单膝跪在地板上，拿着装狗粮的盆，诚心对着旺财忏悔。江思晴就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我总觉得他在嘲笑我，但偏头看他的时候，他又没有在笑。等到旺财总终于愿意让我抱，跟我玩的时候，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我饿了，你会做饭吗？江思晴突然开口问我。我一愣，随后点了点头，会。季清溪胃口刁，吃不惯的东西有很多。我们俩在一起后，都是我给他做的饭。4年下来，我这厨艺真心没话说。给我做顿饭吧。江思晴走过来，单膝跪在了地毯上，抱着财总开始玩，压根没给我拒绝的权利。他都不介意了，我一个大老爷们更没什么可扭捏的。当场撸了袖子，进厨房大展身手，炒了2个菜。刚端着菜放到餐桌上，兜里的手机却陡然炸响，吓得我差点把盘子给摔了。赶紧把菜放下，我没顾上看来电号码，直接划了接听。喂，你的行李还在我这，现在来拿。我一愣，甚至还看了下手机屏幕来确认。季清溪，大晚上的让我去取行李，太晚了，明天我叫人去取吧。电话那头骤然停滞，隐约传来几声压抑的换气，而后便是季清溪冷凝的声音：“必须现在。”我莫名其妙深深吸了口气，那季大小姐扔了吧。之所以执着的要拿行李，是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老爷子给我买的，但如果说要因为这个跟季清溪再有什么牵扯的话，我倒宁可不要了。人嘛，死了一切成空，爷爷活时我尽够了孝道，问心无愧。死后这些纪念的物件，能留就留，留不住就留不住吧。我叹了口气，本想直接挂断电话，
从地毯上站起来的江思晴却猛然呻吟了一声，疼！我赶紧过来扶住他的胳膊，跪得太久了吧？你看，膝盖都红了。江思晴没好气道：“我哪知道你会这么久？”咣当，电话里和房门外同时传来砸门的声响。震惊和呆愣中，我听见了季清溪咬着牙的急喊：“于君，你是自己出来，还是我把门劈了，抓你出来？”我怔愣地瞪大了眼睛，季清溪居然在门口。电话里，季清溪的声音依旧很冷：“3、2，拳头收紧。”我深吸一口气，压住心头的火气：“我出去。”季清溪这个娇生惯养的公主病，真的干得出劈门这种事儿。但开门的不是我，是江思晴。她挡在我面前，神情挑衅地与门外的季清溪对视：“季大小姐有事？”季清溪表情阴郁至极，粉拳都握紧了，但却没理江思晴蕴藏着怒气的美眸紧盯着我。有时间在她这待5个小时，没时间来收自己的东西。我无语凝噎：“季大小姐是没明天了吗？真就差这么一宿？宁毅今晚要住我那？”季清溪却没生气，盯着我，淡淡开口：“我怕他看到你的东西不舒服，再者也怕你事后赖上我，说我扣你东西，纠缠不清。你自己亲自拿走，一劳永逸。”心上的伤口被无声撕裂，汩汩流血。我无意识地攥紧门把手，扯唇冷笑：“行，我现在去拿走。”这是第一次我坐上季清溪的车，却不想对他说一句话，脑袋枕着后车座的座椅，闭目养神。看上他了。出乎意料，季清溪居然主动开了口。我皱眉睁开眼，在后视镜里对上他盈盈的水眸。停顿3秒，我点了点头：“挺不错的。”“呵，不错。我看这10多天你过得的确挺不错的。本来还以为你会。”我抬眉：“会什么？”“没什么。”季清溪笑了笑，视线挪回路面，不再说话了。所有的物品，刚子都帮我收拾了，2个大行李箱就放在客厅的餐桌边。季清溪在桌前坐下，拿起杯子淡然喝了口水，看着我没说话。我也没打算废话，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多待1分钟，我都心痛。伸手拉住箱子的拉杆，我转身欲走，手腕却被猛地拉住了。“于君，你之前不是爱我爱得要命吗？”季清溪抬起头，望进我的眼里，眼神仍旧高高在上。“才10几天就放下我了，就能云淡风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你自己信吗？”一瞬间，怒火在心头蹿起。季清溪这样戏谑地谈论着我对他放不下的执念，远比分手那天拿分手费都还让我难堪。这4年我对他怎么样，他心里没数吗？就因为我爱他，所以就要被这么羞辱？我猛地挣开他的手，眼神冷冷的：“我放没放下，重要吗？重要的是，我做到了一个合格前任应该做的绝不纠缠。倒是季大小姐你，今儿这是哪出？头回听说季大小姐你包养情人，还管售后呢？该不会是临了了，突然发现有点舍不得我吧？”季清溪却依旧盯着我，眉宇之间染着一丝陌生的情绪。沉默3秒后，突然开了口：“如果我说是呢？”脊柱僵住，我一时间甚至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出现了错觉。季清溪刚刚说话了是吧？他说的什么？季清溪从椅子上站起来，突然抱住了我的腰，脸颊贴在我的心口，叹了口气：“于君，如果这是你的什么手段，那恭喜你，你赢了。回来吧，继续跟我。”说完，他踮起脚来，轻轻吻上我的嘴唇：“这些天不想我吗？我倒是有点想你。”季清溪的身体很软，媚眼如丝地看着我，气氛十分暧昧，但我却根本管不了这个了。我只想知道，季清溪说这话的时候，宁毅那么大一个活人还在那戳着吗？不是，那宁毅咋办？季清溪眯了眯眼睛，语气笃定：“我会找房子安置你，他不会知道。你们2个，我都想要。”我脑子里的一根弦猛地崩裂了，猛地伸手将季清溪推开，我差点一个没忍住，动手打女人。你哪来的脸，觉得老子会愿意做你的男小三？季清溪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个人看啊？我以前到底是要多爱他，才会给他这种自信？于君，季清溪却没在动，盯着我，声音里带着冷笑：“玩手段得有个度。”我主动低头，就这么一回机会。今天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再想回来了。我回头盯着脸色阴沉的季清溪，冷嗤一声：“搂着你的宁毅，好好过去吧。这辈子咱俩再见，只能是在火葬场。”这天之后，我没再碰见过季清溪。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被我那么拒绝，没收拾我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还会再来找我？但是她虽然没来，宁毅的火锅店宴清锅到底盛大开幕了，选址选的也很微妙，就跟我隔了一条街。新店开业，3折酬宾，整整1个月，烧钱赚吆喝。整条街上的火锅店被他卷得都快活不下去了。我倒是还好，毕竟手里还攥着4000万，砸着钱奉陪，损失不太大。但就算这样，
也还是被他抢走了30%客源。哎呦，没脾气啊！人家家大业大，天天烧钱玩，能咋的？我手里的这点钱也不知道能撑多久。蹲在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我撸了一把旺财的狗头，看着他滴溜圆的眼睛，啧了一声，轻轻拉起他的耳朵，指了指手里的流水报表：“来，财总，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说除了价格和味道之外，还有啥路子能旺财？”旺财突然打了鸡血似的，冲着路镜头叫了2声。我茫然抬头，就看到一身米色连衣裙的江思晴踩着高跟鞋，款款向我走来。高挑的身材配合上今天的颜值，直接美成了一道风景线。宁医生今儿下班挺早啊？我自然而然地冲他打了个招呼。相亲之后，我跟江思晴因为财总的事逐渐熟了不少。他这一生工作没个定点，干脆就把财总托管给了我。宠物不方便进火锅店，我就在门口支了个小伞，让他蹲路边当门神。今天手术不多，江思晴笑着从兜里掏了根棒棒糖给我，吃点甜的，心情好。我摇头，不吃了，我一个大老爷们不太爱吃糖。江思晴眉尾微挑，垂头把棒棒糖的包装纸撕开，递到我嘴边，让你吃你就吃，张嘴。我猛地一怔，神态莫名有点不自然，刚要伸手自己接过来，手里的狗绳却猛地一拽，我被拽得猝不及防向前扑倒。幸亏江思晴反应快，急忙蹲下拦我，我这才没有脸着地，但却正好好把他抱在了怀里。砰砰，江思晴软软的身体就靠在我怀里，我的心跳速度直线飙升，脸也跟着发烫，赶紧松开他站起来，冲他尴尬一笑：“哎呦喂，多谢您医生救命之恩，要不然我这帅脸可就不保了。”江思晴跟着我一起站起来，表情却很微妙，凑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道：“于先生刚刚心跳好快啊，是对我心动了吧？既然我救了你，是不是该以身相许了？”江思晴在我耳边呵气如兰，身上的香气搞得我有点心思不稳，眼睛也微微瞪大了。这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江思晴对我有意思，他这也太猛了吧！主动倒追，汪汪汪！财总的叫声及时拯救了我。歪头一看，他正冲着刚从我店里出来的顾客龇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哎呦，我赶紧跑过去，拽住他的绳：“财总，人家付钱了的，能走，不用拦。”财总喉咙里发出呜噜的声音，停了几秒后，这才把路让开了。我赶紧向顾客道了歉，好生把人家送走。一个抬眸，却刚好瞥见宁毅从对面的街口走过，表情很是凝重，似乎刚跟谁吵完架似的。也是奇了怪了，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大赢家，居然还能这么丧。不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蹲下来搂住财总的狗头，松了口气：“谢谢你救我狗命啊，财总，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江思晴。”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我江思晴还有财总火上了热搜，因为白天的时候刚好有个拍短视频的千万粉大 V 博主在我那直播探店，看我蹲在路边让财总给我看报表，觉得有意思，就将镜头对准了我们，然后把我和江思晴的暧昧拉扯以及财总的追人讨债直播了个清清楚楚。井号神狗看店，井号狗总，请看业绩表，井号神颜 CP，井号纯爱拉扯，井号勇敢美女医生和纯情帅哥老板，太好磕了，好几个词条接连冲榜。电话打进来时是凌晨2点多，我正闷头在被窝里睡着大觉，迷迷瞪瞪的接了起来。哪位？电话那头却是沉默。我等了几秒，皱起了眉头，声音越发的闷：“喂，说话，哪位？不说话我挂了呀。”“于军，谁给你的胆子真的跟他在一起？你想死吗？”季清晰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下一秒我挂了电话，翻过身继续睡了。陷入沉睡前嘟囔了一句：“魔女入梦，真吓人。”这条视频的爆火热度实在超乎了我的想象，网友纷纷慕名而来，我的火锅店一下就成了网红打卡点，店门口天天排着长龙。几天下来，我被宁毅抢走的30%客源，因为江思晴和旺财几乎是以10倍返还了回来。所以这天临关店的时候，宁毅来了，笑着对我道喜：“恭喜啊，于军，你这店可太火了。”我抬头笑笑不回应，直奔主题：“你来是有什么事吗？”这都下班了，我想让他走人，不想请他坐。宁毅嘴角的笑意落了下去，终于不再伪装友好，神情傲慢又冷漠地盯着我：“于军，开个价吧。”我愣了愣：“你要买我的店？”不止。宁毅目光沉沉地看着我：“还有你在 A 市彻底消失。”我对着旁边收拾桌子的女服务员摆了摆手，示意她下班，而后看着宁毅轻蔑道：“这是哪儿的话？4、9成这么大，只要你们别来找老子，我觉得咱能一辈子都遇不上。”宁毅冷嗤一声，眸子里映着高傲与不屑：“于军，你别以为傍上江思晴，你和你的破店就能冲进豪门圈了。
您家什么背景，你不知道吗？就算是你想倒插门入赘，他家也不会接受你一个开火锅店的小门小户吧。所以劝你一句，别太不识抬举。趁着现在你的店还能卖钱，我还没想彻底搞死你的时候，赶紧拿上钱给我滚蛋。虽然话很难听，但不得不说，您意思路还挺清晰的，挺出乎意料的。其实我的火锅店吧，赚的真心不算少，完全不缺钱，但放在富豪云集的金圈里，那就完全不够看了。配江思晴的确配不上，但我更不理解的是，不是宁毅，我就不理解了。老子跟季清溪在一起时，你俩甚至都没好过，你自己选择了不要的。你回来之后，我二话没说，直接就走了人，没争没抢没得罪，你为什么非要这么针对我？我的问题问完，宁毅脸上闪过一丝恼怒，随后冷嗤一声，季清溪当局者迷，但我还没瞎。很明显，他心里有你。我不提早下手，难道还等着你满血回来取代我吗？宁毅恼怒地说着，神态纵然依旧高傲，但我能看出来，他过得似乎不太好。从我回来到现在，他一直都不让我碰，时不时地盯着手机发呆。前几天我主动去吻他，他居然下意识地跟我说：“于军别闹，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抢？就算我自己说不要了，你又凭什么捡？也不知道江思晴哪儿瞎了，居然会蠢到看上你这么个脏垃圾，因为怎么都没你的嘴脏。”江思晴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跟宁毅都是一愣，呆呆地看着他走到我面前，将我护在了身后。起码于军活得堂堂正正，敢爱敢恨，不像某些人脸皮厚得像城墙，自己说不要了，还好意思回来舔着脸抢。说是去国外追梦，其实是混得不行，被人赶回来的吧？角度问题，我看不到江思晴的表情，但能很清楚地看到宁毅脸都白了，正惊叹着这番话的威力呢。江思晴突然侧过了身，看着我，调皮一笑：“你放心，我家人的嘴没这么脏的。我们选女婿是看人品和眼缘的。”顿了顿，他对着门口的财总抬了抬下巴：“我们家狗也是。”我听着像骂人呢。关了店已经是深夜，小区里安安静静的，落叶无声。我跟江思晴并排走着，六财总的同时也在往家里走。不好意思啊，江小姐，要一直麻烦你借财总给我。没事。江思晴看着财总，不禁发笑，孩子大了也该打工养家了。我也跟着笑笑，犹豫了几秒，还是开了口：“还有就是网上关于咱俩的 CP， 我也抱歉，她一个女孩子被这样传八卦，肯定影响名声的。”江思晴停下脚步，路灯照耀下，她的眼睛很亮，往我面前凑了凑，一把勾住了我的脖颈。红唇凑到我面前，大眼睛眨呀眨的，居然是道歉吗？我以为会是答复来着。于军先生，我这么美丽，难道你不心动吗？又来。虽然我很清楚现在的我还不至于就爱上江思晴了，但这位美女作为爷爷牌精选，本身条件就足够优越，长这么天仙的女人主动这么撩我，谁能扛得住？我瞬间紧张到抠起了脚趾，赶紧挣脱出来，指了指身后的楼门口：“我到家了，晚安。”说完转头窜进楼里，落荒而逃。江思晴的笑声在身后响起：“于军，你也太可爱了吧！”一直到出了电梯，我的脸都还红着，赶紧呼了口气，暗暗数落自己：“于军，你多大岁数了？没见过美女，还是没谈过恋爱啊？被女人表白而已，紧张个鬼啊！”拍了拍脸颊，我抬头迈步，却冷不丁被我家门口站着的那人吓得浑身一抖，居然是一个多月没见的季清溪。看来这些天你过得挺开心啊。季清溪冷着脸，迈步朝我走来，高跟鞋敲击在地板上，在寂静的夜里非常响。下意识的，我往后退了一步。没办法，这样的季清溪有点吓人，但我这一退就跟激怒了季清溪似的，他猛地大跨步上前，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于军，你抱抱我，吻我，我真的想你。”说完，甚至不等我反应，他就主动将红唇贴上了我的，唇瓣撕磨，纠缠着酒气。我心里一沉，急忙将他推开：“季清溪，你干什么？”季清溪向后踉跄了几下，靠在墙上，醉醺醺地看着我，眼神里写满了受伤。“你真跟他好了？”我皱起眉张嘴，还没出声，季清溪却又先强势开了口：“跟他分了。你回来，我们重新开始。”随后他的肩膀骤然一垮，像是对什么妥协了似的，声音都软了下来：“于军，你真的赢了，彻底赢了。我真的做不到看你跟别人在一起。拿行李那天，我真的以为你走了就走了，我根本不会在意。可这1多月来，我满脑子都是你，哪都不习惯。一想到你跟江思晴在一起，我真的恨不得立刻把你绑回来。”这几句话，但凡放在前4年的任何一天，我都能感动到一塌糊涂，对他死心塌地。这样诚恳哀切的季清溪，但凡再早1个多月，他不用求，我都会捧出心去爱他。可是晚了，早就晚了。我轻轻摇了摇头，
趁机推开他，转身朝家里走。不好意思啊，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吗？回去跟宁毅好好过吧，别琢磨这些没有用的了。指纹解了门锁，发出滴的声响。我轻轻拉开了房门，身后却传来急促的一声：“我跟他分手，行了吧？”我眼睛都瞪大了，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什么叫行了吧？整的就跟我硬逼着他似的。我要是真有能硬逼他干点啥的能耐，之前至于被羞辱成那样？季清溪往我这里走了几步，却最终没有上前。可能是因为喝了酒，声音里破天荒的染上了茫然与妥协。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我爱的一直都是宁毅，我觉得我应该是爱他的。可是不对，怎么都不对，甚至连他碰我一下，我都接受不了。脚步迈进门里，我的情绪非常平静。季清溪，不重要了，你到底爱谁，跟我无关，我真的不在意了。反正你只要别爱我就行。那你告诉我，季清溪的音调起伏暴躁了起来，像是讨不到糖的孩子，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回来？手攥紧门把手，我没有回头。那你报警吧。我没想到季清溪没报警，我报警了，因为我的店出事了。有10好几个顾客在店里吃完火锅后食物中毒进了医院，有人匿名举报说我店里的食品安全存在很大问题。与此同时，我当初替补上尉舔狗季清溪的事情被扭曲着事实扒了出来。那篇帖子洋洋洒洒，字里行间都在指责我，说我厚颜无耻，趁着宁毅出国进修抢走了季清溪。一时间，可我和江思晴 CP 的网友纷纷炸了，心都凉了。网上骂我的声音络绎不绝。不过这么多坏消息中，居然也有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也食物中毒了。毕竟我无家可归，我的一日三餐也是用火锅店的食材解决的。网友们本来还想骂我无良的，一看这，顿时也不骂了。我现在相信这食物中毒应该是个意外了。行吧，勉强相信你的火锅店，但对你的人品依然存疑。等等，本不死心的 CP 粉发出尖叫：于军中毒，是不是去了宁医生的医院？是，而且就这要巧，治我的就是江思晴。穿着白大褂的江思晴站在我的病床边，伸手给我调了调输液的流速，面无表情。他向来温润和煦，乍一严肃，我还真不太适应，窝在被子里小声道：“宁医生，我很严重。”不严重。江思晴淡淡开口：“休息几天就好。”那为什么这么严肃啊？因为这件事就很严肃。江思晴将病床记录收好后，转身朝外走去，顺便嘱咐了一句：“这2天不准吃糖。”啊！话题转得太快，我茫然点头：“好。”啧啧，江思晴发火：“有人要完了。”坐在我床边做笔录的帅气警察突然摇着头，啧啧有声，熟忍的态度看得我一愣。为什么这么说？帅警察撇了撇嘴唇：“因为估计害你的那个人，就算成了骨灰，思晴都能挖出来审一遍。”真是蠢呐！惹谁不好惹江思晴？江思晴只是不用继承家业，又不是不接受宁家教育。他们江家连狗都跟成精了似的，哪有什么好人啊？我突然就感觉输进身体的药液有点凉飕飕的。不至于吧？江思晴温温柔柔一个女人，能这么恐怖？实践证明，还真能。明明我火锅店这事儿已经有了人出来认罪，但警方硬是不信，刨根问底的把宁毅给揪了出来。因为季清溪醉酒找我，求我复合，却被拒绝的那晚，他回到家后一直在念着我的名字，要我回到他身边，想跟宁毅分手。宁毅听后恼羞成怒，便想出了这一招，想把我彻底赶走。可现在伴随着警方的公开通报，他在圈里的名声也算是彻底臭了。同时，我跟季清溪在一起的来龙去脉也彻底被网友扒清楚了。不是，感情宁毅他就没答应季清溪的表白啊？这算哪门子被抢人啊？自己不要了的，被别人当成宝宠了4年，他居然转头还有脸回来要？妈耶，于军真的实惨啊！费半天劲才追到的女朋友，转头说抢就被抢了。气数这季清溪眼瞎了吗？天了噜，我就在婚庆公司上班，我证明宁毅回国那天，于军布置了别墅，要跟季清溪求婚的。这条评论一出，当即引起了一片哗然，众人纷纷开始艾特季清溪，冷嘲热讽着提醒他：你当初错过了一场多么用心的求婚，错过了一个多么爱你的人。就问季清溪，你后悔不？而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季清溪真的回复了：非常后悔，正在准备弥补挽留，追回他。江思晴看到这条热评的时候，我正坐在病床上啃苹果呢，冷不丁他偏头看向了我，看得我一愣：咋了？苹果也不让吃？江思晴摇摇头，表情还是很阴，声音也闷闷的：让吃。哦，我将信将疑的应了一声，小小咬了一口。如果江思晴突然又出了声，吓得我卡了一下，伸手捏了捏嗓子，我真心一头雾水。如果啥？没什么。江思晴却摇了摇头，就是想着你要是真犯蠢回头了，我就放狗咬死你。
默默用中指推了一下隐形的眼镜。但我最终还是知道了江思晴这话的意思，因为当天晚上，季清溪出现在了我的病房里，打扮得非常漂亮，眼睛很亮。于君，我都知道了。我完全懵掉，啥？知道什么？而就在我正愣住，还没做出反应的时候，季清溪从兜里掏出一个红丝绒的盒子，别打开。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季清溪纤细的手指僵住了，抬眸看着我，水眸里涌上雾气。为什么？我已经知道那天你是打算跟我求婚的了。于君，我们本该结婚了的，我愿意嫁给你了。你之前明明那么爱我，对我那么好，不是真的放弃我了，对吗？季清溪说着，眼神中带上了殷切的期待。于君，分手的事情，我后悔了，是我错了。我已经跟宁毅分手了，再也不会摇摆不定了。你回到我身边，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不好。我摇摇头，静静地将戒指盒从他手中拿过来，放在手里，像盘核桃一样把玩着。是，没错，我那天的确准备向你求婚的。可是季清溪，你错过了。季清溪的眼神变得暗淡，他摇了摇头，语气固执。不，你爱我的，于君，你明明爱了我那么多年，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我？我们没有错过，只要你回来，我们就能重新开始，不是吗？四目相对，季清溪眼中的执拗与深情那么清晰，让我恍惚间有一种不可错认的笃定。这回他是真的不会放弃我了，更有一种我要是拒绝他，他能跟我不死不休的感觉。我抿了抿嘴唇，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刚要开口，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门外有一人一狗的影子闪过。好，我给你个机会。我笑了笑，点了头，然后在季清溪欣喜的注视下，我扬手将手中的钻戒盒子丢出了窗外，找回这枚钻戒，我就跟你重新开始。季清溪的眸子颤了颤，盯着我，郑重的点了点头。好。出院这天，江思晴带着财总一起来的。我正站在病房的窗前，静静看着楼下在花园中摸索寻找的季清溪。经过几天的搜找，他找到了那个戒指盒，但里面的戒指却始终没找到，不知是丢了还是被人捡走了。他要是找到了，你真打算跟他复合？江思晴不知道何时站在了我身边，脸色阴恻恻的，话语也发酸。左腿旁边蹲着雄赳赳气昂昂的财总，好像下一秒我要是真敢说是，就要放狗咬我了。我忍不住笑了笑，当然了。江思晴的脸骤然一黑，我冲他贼兮兮笑笑，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枚男士戒指，前提是他得真的找到。既然季清溪不愿放弃，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他也该体会一下我当初那种努力马上要见到曙光，最后却是深深绝望的感受了。我的真心曾经亲自交到他手上，他接住了却没有珍惜，随手扔掉还要再踩几脚，那凭什么只要他知道错了，我就要原谅？江思晴啧啧摇头，嘴角的笑意却是怎么都压不住。于先生的心思挺狠啊。好话哦，但我很喜欢。话说，现在于先生能给我一个答复了吗？关于我们的相亲，要不要继续发展成更进一步的关系呢？我挑眉歪了下头，却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蹲下来撸了撸财总的头，笑道：财总，你说嘞？汪！